又到了冬胎和夏胎对调的季節，這一次我終於下定決心買齊所有工具，打算以後都自己動手。很多人會問，為什麼不直接去輪胎店呢？畢竟外面換一次胎可能只需要幾十塊錢，而且速度更快。但是對於我來說，換輪胎從來不只是換輪胎，這是我一年裡少數幾次可以真正和自己車安靜獨處的時間。今天這期視頻，我會一步一步帶大家看自己換輪胎需要哪些工具，具體怎麼操作，有哪些坑要避免，到底能省多少錢。首先呢，你需要一個千斤頂，當然你也可以用车自帶的那種蝴蝶型的千斤頂，也可以勉强换胎，只不过就是换起来比较慢。另外呢，你需要一个这个叫 breaker bar， 这个东西是没有扭力控制的，它是一个纯杠杆，讓你去拆輪胎用的。另外呢，你需要一套套筒，那麼我是直接買了一套這個 set， 這個 set 裡面有3種，有不同車型用的，像這個的話可以給家裡的馬自達用，然後86的話可以用這個19毫米的，17毫米的話據說是給歐洲車用的，比如說像寶馬之類的。在你換完胎，然後去擰緊螺絲的時候，你需要這樣一個扭力扳手，這也就是剛才我們提到的，跟這個 breaker bar 是不同的2種工具。這個主要是用來去鬆開，然後這個呢是用來擰緊。之所以叫扭力扳手，是它這上面有一些刻度，可以讓你把螺絲擰到一個特定的數值。所以說我們只建議用它去擰緊，而不是用它去鬆開。當然你可以，但是只不過說對這個工具的使用壽命會非常不好。以上我們展示過的這些工具是你換胎最基本需要的。如果你想要一個進階版的話，或者說一個更安全的方法呢，其實你還需要更多的工具。那麼進階工具呢，就包含現在我們看到的這個叫做 jack stand， 也就是支車架的2個支架。Jack stand 上面呢還可以配一個橡膠墊，這個也是單獨購買的。平時我們把它為了讓它有一個緩衝，把它放在這個上面。還有我們為了讓車保持穩定，不在施工的過程中前後移動，我們還需要至少2塊這樣的一個擋塊。然後因為我的這個車呢原廠比較低，所以說原廠狀態下千斤頂不容易完全伸到裡面，所以我是準備了一個這樣的木塊。這木塊在 Home Depot 就可以買到。最後你最好還有一個便攜式的打氣機，在 Amazon 上就有。如果你實在沒有，可以去 Costco 停車場掃碼免費打氣。那麼第一步呢，就是把所有輪胎都找出來，並且放到相應的位置上。一般 mechanic 會在你的輪子上面做標記，他會直接寫一個當時的安裝位置。那麼你可以根據花紋的情況呢，適當的對前後輪進行一個對調。因為我發現我的前後胎的這個花紋都是差不多的，所以我這次就不對調了。那麼首先呢，我們就是把你要換的輪胎先打好氣。需要打多少氣呢？直接在我們主駕駛門框的位置就直接寫。我們只要把這一頭連接到氣門嘴上，然後剩餘的這頭呢連接到我們的那個點煙器，直接在上面調數字就行。那我們86是35的 PSI 建議值，那我們就直接把它調成35就行了。然後注意，這個是冷胎的溫度，也就是說是常溫，沒有在外面行駛的一個 PSI。我們用同樣方法把8個輪胎都打好氣後，下一步就可以開始擰螺絲了。我們在正式開始舉升之前呢，我們要提前把這些螺絲給它提前擰鬆，因為在架子上支高的情況下，我們是沒有辦法讓這個車受力的。所以我們趁着這個4個輪胎都在地上的時候，我們現在要一塊換前面的2個。這個過程只需要把所有螺絲擰鬆就可以了，不需要擰下來。做好之後，我們就可以準備用千斤頂來開始更換輪胎了。一般有2種方法，我今天會分別展示給大家。先說最簡單第一種方法，那就是直接把咱們的這個 floor jack 給它伸到車的側面，比如這樣給它伸進去。咱們具體支撐到什麼位置呢？就是我們整個趴在地上的話，可以看到這個位置有2個小的活口，這兒一個，這兒一個。我們需要頂的就是咱們活口，就是中間的這個部分。然後我們待會兒的千斤頂的那個圓盤就要支在這個位置。但是待會兒支的時候，我們一定要看，給它支撐的盡量靠居中，並且比較正的狀態再往上頂。我這邊只是一個示意啊，就是說把這個千斤頂這樣伸進去，找到位置之後，然後我們就進行這樣一下一下的往上頂。這樣的話呢，就把這個車的側面給頂起來了。等這個前輪稍微有一點離地的間隙，我們就可
可以去进行一個換胎了。然後要注意的呢，就是這個千斤頂的位置跟車身一定要保持90度，然後同時呢，就是剛才那個圓盤的地方一定要對準刚才的那個小的豁口。這個車上面一共咱們有4個點，4個支撐點，這個是右前。那麼在後面呢，車後的位置同樣也有這麼一個小的豁口，是離這個後輪比較接近的位置。那麼用這種方法呢，我們就可以依次一共1、2、3、4支4次。這樣換胎的方法呢，有一个好處，一个壞處。好處就是它比較省時間，只要你找對點，直接支撐上，然後換胎其實是一個比較快速的方法。但是缺點呢，就是理論上來說，它不是一個最安全的操作，因為我們這個 jack 的話，其實不管它是新的舊的也好，它都有一定的概率，當然這種概率極低了，就是有一定的概率它有可能會在用的時候突然間失效。那麼如果用這種方法的話，你在任何一個點工作的時候失效，最壞的結果就是這個車在沒有車輪的情況下有可能砸到地上，甚至有可能砸到自己。所以咱們今天呢，我會用一個更複雜的方法，但是會更安全、更 proper 的方法來給大家展示這個換胎的過程。當然了，缺點就是說會更費時間，然後同時你也需要購買更多的工具。在正式用千斤頂之前呢，咱們別忘了把剛才的這個輪胎的阻擋器給放在後輪。如果你現在在前輪工作的話，就把它放在後輪。那我們第二種更專業的方法，或者說我們的支撐點就不是在側面了，我們就是要把這個千斤頂從前面的 bumper 這個底下去伸進去，然後伸進什麼位置呢？就是我這邊待會兒會給大家一張圖，這張圖上面有一個支點，每一款車的支點都不太一樣，這個需要大家查一下用戶手冊，找對這個車的這個正常的支撐點。這個支撐點呢，其實最好觀察的位置就是車的側面，那我們只要趴下來，然後就可以目測到它大概這個圓盤和支撐點接觸的位置，我們就要一點點把它對齊。好，我們確保橫向、豎向、X 軸、Y 軸都基本居中的狀態下呢，我們就可以發力去把它往上頂起來了。等千斤頂放到一定高度，足夠把 jack stand 放進去的時候呢，我們就給它暫停。現在我們來調試一下 jack stand， 那可以根據你車的高度去調。我們現在是調到了一個比較高的高度，這個把手就是用來 release 它的。因為我們車比較低，所以我們用最低的這個高度就可以了。所以說這個安全的這個插栓，平時是用不到的。但是如果你需要更多的高度的話，那你就需要把它調整到一個高度之後，用這個插栓給它插進來，進行一個2次的這個保護。我們把它支撐到一個能把整個 jack stand 給塞進去的狀態就可以了。我們現在再來找剛才我們在側面看到的這2個小的豁口，然後你把 jack stand 這樣給放進去，然後我們再用這個 jack 把它手動提高一下，給它對準這個地方，然後我們發現卡死之後再鬆手。這樣的話，待會兒它落下去的時候，就跟這兒是完全對準的狀態了。現在呢，我們就可以慢慢的把這個我們的 floor jack 是給它鬆下來，因為我現在已經有2個 jack stand 幫我們去拖這個車了。這也是為什麼我們需要 jack stand 換輪胎的一個原因，就是因為它是相當是一個雙層的保險。那我們在放鬆的過程中呢，一定要慢，就是用手輕輕的逆時針去轉這個長的這根棍子，然後車就會以非常緩慢的速度去往下降。然後現在我們來檢查一下我們的 jack stand 是不是穩，是不是兩邊都跟車進行了一個很好的支撐。然後在這個過程中呢，一般老師傅的話，在 YouTube 上也看到說要稍微晃一下這個車身，來確保這個車是完全的穩定的狀態。那我們現在來直接拆這個輪胎就可以了，因為現在2個前輪都是平空的狀態。拆下來的輪胎呢，咱們可以稍微目測檢查一下有沒有傷，有沒有這個扎的釘子。然後一些小石子的話，如果有強迫症的話，你可以用手或者是改锥給它撬出來。那現在呢，把輪胎拆下來之後，我們就可以看到裸露的這個
剎車片、剎車盤，还有这个整个轮圈的这个螺丝这儿。然后我这边呢，是因为之前用那个改装的轮圈，所以有一个这个中心环。平时原厂的话是没有这个东西的，但是现在我们要换下胎，我们就需要把这个中心环手动的给拆出来。然后我们可以看到这上边有很多锈，就像我刚才说的，还包括这个地方有很多锈。我们可以用小的那种小刷子或者钢丝球，轻轻的把表面给稍微，这个弄干净一些。这个东西在 dealer 的话，90%应该都不会去帮你清理的，因为这个会额外占用他们的时间。这就是自己干活的一个小小的好处之一吧。这样你可以弄得稍微细一点，对自己的车，稍微更用心一点。好，那这个中心圈我们基本上就稍微清理的更干净一些了。还有这个刹車的部分呢，我們也是同樣稍微用鋼絲球簡單的去給它進行一個清潔。那現在都準備完畢呢，我們就可以把新的一套輪胎給裝上去了。然後裝的時候呢，咱們盡量對角裝。然後有一小技巧就是可以先把這個螺絲放在套筒裡面，然後直接這樣全裝會更方便一些。然後第一顆先按最上面的，然後其次我們就按隔壁的這個東西，這樣是對角，這樣對角裝。行，基本上你頂上第二顆螺絲之後，它就不用再用腳去抵着它了，然後就順序把其他的幾顆給按上就可以了。好，這邊全部按完之後呢，我們先不着急去用扭力扳手，因為它現在這個車輪是活動的狀態，是使不上勁的。我們待會兒把整個千斤頂和 jack 全部都撤離，讓車輪着地的時候，我們再去加緊它的這個每一個螺絲。我們現在先去弄另外一個輪胎。經過剛才一番努力呢，我們已經把前面的2個輪子都換好了，然後接下來我們要換後輪。在這之前呢，我們要還是把千斤頂安插到前面車架的位置，然後我們把 jack stand 給拿出來。那等車輪都落地了之後呢，我們現在就是還要做最關鍵的一步，就是用我們的扭力扳手把這個每一個螺絲都按照廠商的要求給擰緊。那麼 GR86 的原廠需求是每個螺絲120牛米，或是89的 foot pound foot。然後我們用這個地方有個調節器，這邊有 FT pound，還有牛米，我們只需要在這兒按照這個刻度去調就行了。現在我們是完全鬆的狀態，我們首先先把這兒給解鎖，把這個地方擰鬆解鎖。然後呢，我們就按照它的要求去擰。咱們需要的是89，所以就在這個刻度這兒一直去調，在咱們這個90的地方停一下，基本上就行了。擰完之後呢，把這兒給鎖上。好，現在咱們就用這個扭力扳手，然後把這個位置調到擰緊的位置，咱們就可以繼續用那個剛才的這個套筒去把它給擰緊了。後面那2個輪胎操作方法和前面完全一樣，步驟我就不重複講了。不過在換胎過程中，我突然有一個感覺，其實我發現很多喜歡車的人買車以後，越來越少碰自己的車了。加油有人幫忙，洗車去自動洗車機，保養送去 dealer， 最後和車唯一的接觸好像只剩下上下班和買菜通勤。但換輪胎的時候不一樣，你能摸到懸掛，看到剎車，檢查底盤，你會知道你的這個夥伴最近狀態怎麼樣，需不需要照顧。單純從經濟角度算，假設1年換2次胎，每次花60，都要大概4年才能回本。但說實話，到了今天，我已經覺得這件事不是在省錢了。因為對很多車迷來說，車不僅僅是一個交通工具，它是愛好，是玩具，是夥伴。而自己換輪胎的這1個小時，
可能也是我們一年中少數能夠真正靜下心来和車单獨相處的时间，不用排队，不用預約，放點喜歡的音樂，喝杯咖啡，把節奏慢下來，順便看看剎車，看看底盤，確定它一切都好。這種感覺是輪胎店永遠給不了的。如果這期視頻對你有幫助，或者你也是喜歡自己動手折騰車的人，歡迎訂閱頻道，我們下期再見。